你以为你调用的是 Claude 3.5 Sonnet， 但后端路由觉得任务太简单，早就给你偷偷换成了更便宜的版本。今天聊的不是什么玄学，而是正在瓦解企业级 AI 合同确定性的模型身份欺诈。模型名现在只剩下一个建议功能，不再是生产环境里的铁律。Cursor Router 的逻辑是用超过60万条实时请求训练出一个分类器，动态决定你的任务走哪条路。这套机制确实能帮你省下30%到50%的成本，但账就这么简单吗？不，你付出的代价是彻底失去了对模型版本的硬控制权。某企业曾用路由模式生成法律文档，面对法庭质询时却栽了跟头。法官要求回溯推理过程，但因为路由日志缺失，企业根本无法证明当时具体调用了哪个模型版本。这就直接触犯了联邦证据规则第901B9条及90214条。由于无法提供过程追溯的证明机制，证据直接失效。模型身份目前正沿着3个轴线裂解。第一是替换 substitution， 分类器随时把你的请求派发给别的模型。第二是降级 degradation， 通过量化牺牲精度。第三是漂移 drift， 一个 chas latest 的标签让你根本不知道权重更新了多少次。模型从静态的产物变成了随时变动的服务集合。Cursor 的这套分类器虽然动用了60万条请求的训练规模，实现了最高 50% 的成本削减。这种所谓性价比的背后，藏着路由机制的自我优待。厂商甚至可以通过成本套利，把更廉价的模型伪装成高性能版本输出给用户。就这一步，吞噬了所有确定性。那响应头里加个哈希就行了吗？没那么简单。核心路由机制进来后，分类器先判断难度，本质上这是在搞自我优待，通过隐蔽调度进行套利。在模型聚合器里，你看到的 API 响应对象里那一行可能只是个空壳。Open Router 这类聚合商通过调节量化参数换取低价，但默认设置往往导向精度更低的权重，这在很多国家法律里都构成了事实违约。比如印度1930年货物销售法第15条就明确规定了商品描述必须符合实际。很多时候你买的是顶级模型的溢价，却得到的是量化降级的输出。根据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版313条，商品描述就是卖方的明示保证。但在 AI 领域，目前的 FTC 欺骗性原则指出，当披露存在梯度差时，代表行为就是可起诉的供应商甚至不提供路由决策留存。这种透明度断层让合同保护在法庭上几乎形同虚设。生产环境严禁使用 Gone Latest 的标签，它是逻辑变异的温床。业务如果对输出一致性敏感，务必锁定具体 hash 值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目前的行业很有意思，像 Anthropic 会在 API 里显示返回切换信息，这种透明度最高，但聚合商却把这些差异当作可选配置。你现在正处在 SLA 的模糊地带，各家模型身份正在向3个方向撕裂，这就是现状。供应商会交出路由决策日志吗？想都别想。未来模型名称将彻底沦为 Hunt 而非 Contract。 AI 正在演变为大宗商品，被打包成计算资源包销售。这意味着企业必须建立自己的可追溯方案，不能再盲目信任 APID。 如果你是架构师，现在就该停止在合同里只写模型名了，要求供应商提供基于硬件签名的推理结果溯源，这才是确保 AI 产出可审计的唯一路径。这行攒下的手感，全看你对这些黑盒的避坑能力。